这是一起震惊全球的女明星遇害事件，主角是死于家中的韩国一线明星崔雪莉。警方认定其为自杀，但网友却扒出了她生前绘制的6幅画，这些画作均以第一人称视角呈现，画面核心是一条小裤子，而裤子上还沾有疑似精液的脏东西。随着网民深入挖掘，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这位看似风光无限的韩国顶流女星，生活实则充满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。看过相关韩国电影的人或许知晓，韩国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根深蒂固，即便身为顶流女星，也可能沦为财阀高官们的取乐工具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女星还需承担对外文化传播的职责，成为被互相赠予的工具人。有报道称，韩国 60% 的演员曾被要求向有地位的人士提供特殊服务，其中 12% 直接承认有过陪睡行为。不难想象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所谓正义不过是一句空谈。此次事件的女主角名叫崔雪莉，喜爱韩剧的观众对她想必并不陌生，她曾出演经典韩剧《致美丽的你》。然而2019年10月14日清晨，经纪人连续给崔雪莉打电话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察觉不对劲的经纪人立即赶往崔雪莉家中，推开门后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惊恐万分，崔雪莉竟在家中上吊身亡。经纪人的3星手机检测到异常后自动报警，警方迅速介入调查，由于现场未发现任何打斗痕迹，警方最终以自杀为由草草结案。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网，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。要知道，当时崔雪莉的事业正处于如日中天的阶段，凭借出众的颜值，她被国民誉为人间水蜜桃，为何会在事业巅峰选择自杀？随着各方媒体的深入挖掘，崔雪莉不为人知的一面逐渐暴露。崔雪莉出生于1994年，童年时便展现出与同龄人不同的乖巧懂事，更拥有一张堪称颜值毒药的出众面孔。她的母亲敏锐察觉到这一点，在崔雪莉11岁时便将她送去韩国 SM 娱乐公司参加选拔，一心想让女儿进军娱乐圈赚取高额收入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决定竟彻底毁掉了崔雪莉的一生。起初崔母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未曾想崔雪莉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，成功成为 SM 娱乐公司的练习生。2009年，崔雪莉正式加入韩国流行舞蹈组合，此后星途一路坦荡，电影、广告邀约不断，同时收获了海量粉丝。SM 娱乐公司也动用大量资源力捧，将她打造成韩国一线女演员。彼时的崔雪莉事业看似顺风顺水，前程似锦。然而2013年8月，她的人生迎来了致命转折。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与比自己大14岁的歌手崔子的恋情。在韩国，一线女演员公开恋情几乎等同于断送演艺生涯。崔雪莉作为国民女神，一旦让粉丝知晓她属于他人，便会彻底失去粉丝心中的想象空间。消息曝光后，大量网友开始在网上对崔雪莉发起攻击，看到她去医院就造谣她怀孕，看到她与经纪人进入酒店便揣测两人开房，网络上充斥着对她的恶意诋毁。年仅20岁的崔雪莉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。更令人无奈的是，2014年7月 SM 公司宣布暂停崔雪莉的所有演出活动。失去公司支持的崔雪莉最终决定退出演艺圈，回归个人生活。此后她频繁在网上发布与男友的合照，照片中的她一改往日可爱形象，走起了成熟路线，这又引来更多网友的谩骂，指责她伤风败俗。崔雪莉或许早已习惯了网络暴力，但她的男友却无法忍受，两人的恋爱关系最终走向破裂。男友的离去成为压垮崔雪莉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她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，尤其是面对网上无休止的辱骂，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。此时年仅23岁的崔雪莉已患上严重的抑郁症。分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崔雪莉频繁在网上发布个人照片，其中不乏未穿内衣、未扣裤子扣等大胆内容，这让网络喷子们更加肆无忌惮。即便她只是出门吃个饭被认出，也会遭到不要脸的贱人这类恶毒辱骂。无论崔雪莉在网上发布什么言论或照片，迎来的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。看着评论区里铺天盖地的恶意，崔雪莉终于感到了恐惧，而她的抑郁症也愈发严重。走投无路的她曾向昔日的 SM 娱乐公司求助，希望对方能帮忙处理网络暴力问题。可公司早已过河拆桥，失去利用价值的崔雪莉根本得不到丝毫重视。此后，崔雪莉的精神状态愈发不对劲，她曾在一次直播中突然崩溃大哭，能清晰看出她已被网络暴力折磨的极度恐惧。案发前几天，崔雪莉在半夜开启直播，一边哭一边哀求大家停止网暴，我也是一个女人，也想过正常的生活，求你们放过我吧。可这番哀求并未换来同情，几天后她便被发现死于家中。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崔雪莉因无法承受网络暴力而选择自杀，但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要知道这是在韩国，而崔雪莉是韩国女星，众所周知，韩国女星的名气越大，背后付出的牺牲可能就越多，能否出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貌与工作态度，而这里的工作态度并非针对公司，而是伺候背后的大佬。有报道称，崔雪莉从进入娱乐圈之初就已沦为财阀们的享乐工具，只是碍于对方势力庞大，此事才未被公开。后来有人发现了崔雪莉的另一个社交账号，里面大多是她的写实画作，这些画作均为女性坐姿低头的视角，核心元素是6条花纹、颜色各不相同的小裤子，其中前2幅的裤子上能看到明显的脏污痕迹，后4幅则没有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同为韩国女星的张子妍，她在自杀遗言中写道，每次穿上新衣服，我都知道自己又要去接客了，就连父母的忌日也不例外。因此不少人推测，崔雪莉或许与张子妍有着相似的遭遇，她故意公开恋情，或许是想以此逼迫公司解约，逃离财阀的控制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解约后迎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，喷子们一步步将她逼上了绝路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崔雪莉遇害后，她的好友具荷拉在直播中表达了对她的哀悼，并表示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没过几天，具荷拉也在家中被发现自杀身亡。还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，崔雪莉自杀后，网友们突然开始爱上这个女孩，纷纷发文称赞她是好女孩。此前她未穿内衣、不拉拉链等大胆穿搭，也被解读为女性穿衣自由。那么关于这起案件，你认为崔雪莉真的是自杀吗？